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亨，欢迎收看阿亨剧场日记。这一期呢，我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专访，就是我去访问我们霹雳州的舞蹈先驱杜淑琴老师坎姐。说到坎姐呢，其实在舞蹈圈里面应该是无人不晓的。他致力于推动霹雳州的舞蹈及舞蹈教育已经几十年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访问，我们可以更多了解坎姐对舞蹈的理念，还有他的人生经验，也当作是一个记录，可以把我们前辈们的一些经验保存下来。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坎姐的分享吧。坎姐一直都是在医保嘛，对吧？对，从事这个舞蹈已经很久了嘛。对，我1973年那时候我16岁就进到劲舞体育会那个舞蹈组，那么开始就那边学舞蹈，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好学，因为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以前在学生周报的一个活跃分子，他只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很多什么，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又没有资讯又没有师资，那么我们就一直直到我们那个全国舞蹈节第4届在医保举办，那么我们才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们那胆粗粗的就参加了，不知道全国赛是这么厉害，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地方新的因为我们也参加过那个安顺的那个，我们很容易就拿奖啊，因为没几支。在我们经过了那个第4届，我们才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认识了很多舞蹈界的人那么我们才一直去探讨，一直在去学习。那么从那边第4届的时候认识了那个柯荣天老师。然后到第6届我们有去马六甲参赛，那么到第7届我们就在芙蓉，因为他每年1届，所以因为舞蹈节我们全马差不多走完了。之前真的是井底蛙，我们家医保，因为医保除了那个时候只有1间芭蕾舞学院，那么舞团呢就只有培南校友会、嘉庆会馆跟医保劲舞体育会，没有吉隆坡那么活跃。那时候吉隆坡已经开始广东会馆、广西会馆那些全部都有。也是从舞蹈节那边我们认识到他们广东、广西的那些，还有河婆、藤巷会，还有祥志他们那。对。那么我们那时候真的很辛苦。我说我的经历了，我学舞，除了柯荣天老师给我们有些指导，然后呢，就是我们看那些集训班，那时候是请到新加坡还有中国的老师过来，那么只是短期的3天5天这样的，我们就从那边去学习。我们最蓬勃的时候是80年代的那个舞蹈节，我很欣赏他们，我们每一种的舞种都有，而且每一年很期待一个相聚的机会，因为在那一次的演出全部都是舞蹈，都是很多不同的他们的概念他们的怎样新的怎样旧的，比我们还旧的也有，比我们差的也有，比我们好的也有。以前我们全部是住学校，不管哪里都是在学校打地板。从来没有说一定要有那些酒店那些住宿，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更好，而且组员跟组员之中我们都很照顾而且我们可以演出完毕去到草场那边，去到那个篮球场那边，全部其他地方的学员都在那边谈天，在那边去跳舞还是什么都很融洽，而不是说今天你是河婆的，我是广东的，我跟你不，我们是地人，以前没有分，所以我喜欢那时候80到90年代的那个时候那种气氛还有我们参加舞蹈节的气氛所以很好。刚才所说的舞蹈节其实就是全国华人舞蹈节，它是由华社发起的全国性舞蹈比赛，从1979年开始第1届延续到现在。全国华人舞蹈节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前辈们的集体回忆，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有去参加这个比赛，
而当我跟他们聊起以前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谈到舞蹈节的事情。通过舞蹈节，他们认识彼此，而且把不同地方的他们连接起来。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舞蹈的？你为什么突然有兴趣说你讲到10多岁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劲舞的舞蹈团？那时候呢，我遇到我的同学，我旧同学，那么他说去跳舞蹈，那时候舞蹈在我脑里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没有概念什么是舞蹈，然后他叫我去，那么去到劲舞那时候还在就职，那么去那边，然后看他们跳的蛮高兴啊，而且他们有时候会组一些去爬山啊、去露营啊那些东西在活动啊，那么我就觉得 OK 咯，16岁而已嘛，那时候我很早就去学了，我14岁就没有读书了。家庭因为那时候很穷啊，我爸爸生病，那么他不能够做工，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做，那么我就14岁我就没有读书，我就出来找工作去养家的。然后到16岁遇到我的旧同学，他说来参加我们，好了，那么反正是礼拜我们没有做工，去一次呢就开始觉得也幸好我的个性很外向，我一直想往外跑，那么幸好我进了那劲舞，他们比较正面，因为我的同学还在读书嘛。那么就跟他们咯，那么他们有时候拿功课来做有时候因为我们有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会嘛，那么就那边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跟着老师教什么第一支舞蹈就是荷花舞，那时候就去参赛了，就拿了随便就拿了一个奖回来了那么就看到他们又练舞又有舞狮又有话剧我又当初又去参加话剧什么都没有训练，那时候只是有胆子就可以上去了那么16岁17岁一直在那边磨到21岁结婚了，一直还在劲舞，我到现在还是在劲舞，在参加他们的太极。不好像你说你，但是是每个礼拜的一个活动来的，然后你去上去舞蹈。我们上课只有一个星期一次而已，只是星期天而已。后来到我负责舞蹈团的时候，我们就2天，一个星期5，一个星期天中午。因为学生多，我们星期6没上课嘛，那么就开始训练那些学生。那么星期5我们就给学生的，星期天我们排舞的。然后排舞的都是有工作的人，那么就晚上就很难因为我们星期天就1点到3点都是那些我们排舞那些有工作的人我那时候加一架很旧的车，那么我们团员都是女的嘛，星期5我们教完他们舞蹈我们都要负责载他们回去。我们是从九洞万里不忘到那个安邦全怡保我们跳到10点了我们吃完宵夜回去夜宵回去我差不多1点才回到家的，因为整个舞蹈 round 的，我们一辆车坐9个人，那时候是 Austin 最旧那种英国的 Austin， 我很好笑。每次我们一去夜宵的时候，那么我们一下车女人都这样，全部是女生，又很年轻很美，那时候我又很瘦很美，我老公就很丑，然后加一个车，然后一下车开门，全部人得这么多人9个人很好笑那时候我那时也不在意了。后来我再遇到其他一些卖面的那些，你很厉害，那时候你们一出来，我们全部都很好笑，看你们讲去上车也是这一下子就上完了。我们就这样啦，一直过了大概是7、8年这样的生活，也是蛮开心的那时候。
大家都很有心哦，每个星期。但是你说团员比较多，大概那时候最多人是什么多少？啊，最多人我们有27、8个这样，最多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搞舞展啊，都需要这么多人，你10个人搞不到舞展因为我们的舞展也是蛮多人的那么最辛苦的时候就是80年代，我们喜欢舞蹈，知道舞蹈，想学舞蹈，没有地方学，没有师资。我25岁才去学芭蕾第1级，因为那时候有个老师从英国回来，他开一个舞蹈社，然后我们就要求他，我说我们不要syllabus，我们不要那个文凭，我们可以学到多少你就教我们多少，一直就这样要求他了。那么我们就大概是8、9个学生一起去他那边学了那么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21岁结婚，我25岁生孩，24、25、28生的。然后刚好去学芭蕾的时候，学到第6级，我怀孕了，那又参加那个马六甲的那个第6届舞蹈节，所以我怀孕那6个月还在台上跳，两个人笑我笑到要死，也是一个回忆，一个经历了。之前你刚刚开始出来，然后你开始教舞蹈嘛？那你讲去开始去学校那边去推说你要去那边做老师，还是他们本来已经有舞蹈团，然后另外请你，还是你讲去开拓这个市场，去到学校我都没有去找，我说我很懒的，都是他们来找我。因为我们有些是从那个舞蹈集训班认识的老师，有一些是我们每年的观摩赛里面那么他们看到我排的舞蹈，还有因为我一直有舞蹈去参赛嘛，我教3个，教9间学校都有去参加，小学、中学、幼稚园都有那么有些他们知道我就叫我去教咯，看有时间就去教咯。刚好因为我的我做工那个店他收盘了，收盘我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我又不想去做了一个时期在帕森那边做，就觉得有日没有夜的这样就没有做了，没有做就好像是退休这样。后来有人叫我去教，我就去教了，一天教2、3个小时这样，所以这样一教到9间学校，还有团体有一个，哎呦，这样我连吃饭都没有时间那时候，真的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在车上吃就驾车去江沙去和风，然后又去瓜拉关，又去等下又去，哇，每一个星期都没有一天休息，很辛苦而且辛苦的不是身体是脑。每一间学校1年有2支舞蹈，要参赛1支他们的学校校庆1支那么每一年你9间学校就18支了，有些幼稚园还不止1支，这样那么就几年维持了这样后来觉得有些学校不好教的有些很气人的那个校长跟讲，哎呀，1年花1000多块才拿一个奖回来，不划算。这样跟我讲我 sorry 不划算，不要咯。所以我就又换了校长，以前那个校长就很 support 的，每一年你要什么都可以的，你讲什么只要他说老师我不监视你做什么的，你不干涉你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去做啦，你只要跟我这个老师或者老师讲就可以了那时候很好教3、4年都每年都给他拿个奖，就是换了一个心就这么一讲一句你有心吗？我就整个人掉下来了，1年花1000多块你知道吗？才拿一个奖，你知道那1000多少个学校想叫我教我都不去教，也是你跟学校要求的东西你要做一套比较好看的那个服装他都
好像很不愿意去做。我都说，尤其你跳舞一定要，你不能够有头没有脚的，很奇怪。但是那些校长真的很难去跟他们沟通我们要的东西，要这么贵的咩？为什么要的？他会这样讲，一直讲。所以我们每年我现在我是舞蹈协会，我们毕业也是有一间舞蹈协会啦。那么我们每年就举办一个集训班，那么集训班里面除了教舞蹈，我们去请领导老师啊，有时候去请到其他老师然后来我们那边教带学生。我们很希望很多老师去学，很奇怪了，他们不会珍惜学习的机会。所以老师你不懂的话，你不懂跳舞蹈，你就不懂服装，不懂服装，你不懂灯光，你不懂一个演出的重要性。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有请到人来去讲解那些，尤其灯光就很难了。我只是说服装都讲到我口水干了。现在他们都是不管3721什么舞蹈的中国买，淘宝那边买回来，根本跟那舞蹈都真的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服装跟那个，哎呀，气到你要死。但是他又这么贵买了回来你用不用？你要不要？有些现在读中的还经过我的同意啊，我选择我要去买，他们才去买，还 OK。小学的更好笑。老师，因为教育部破大款啊，他们一定要有东西出去嘛，那么就随便淘宝买一套衣服回来，然后老师我有了衣服，你去排斥这样的舞蹈。跳芭蕾舞没有芭蕾鞋子，没有芭蕾衣服，没有什么，叫我出一支芭蕾舞。那么我说你看过芭蕾舞没有鞋子的吗？因为叫学生去买也是很难的。有些学生那时候芭蕾舞鞋75块一对，不像现在淘宝了40块都有一堆这样，10几块都有一堆。那时候你一定要在芭蕾舞学院才买得到芭蕾舞鞋那么衣服紧身衣也是一件100多块，你叫人家只是出一支舞蹈，你倒不如做整一套那个华族舞蹈都不用100块。因为我也会做衣服嘛，我是帮他们做的所以我特地学做衣服，就是帮他们做服装而已，不是自己穿自己还是去买的。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呢？其实我们在做艺术教育的过程里面，往往有时候也是会跟学校发生一些矛盾或者是摩擦，是因为我是觉得我们的要求可能不是学校的要求，所以双方面都可能很多时候是缺乏了沟通。因为我是觉得只有校方了解我们在做演出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个表演所需要的要求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可以减少这样子的摩擦。因为毕竟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学生有更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但是为什么我叫学校呢？因为我只是开始，因为我就觉得我们怡保没人懂舞蹈。那么我去学校教最低限度，他们不是舞蹈员，最低限度他们会看会知道什么叫舞蹈这样所以我去学校教，尽管是薪水不多，但是我一直都维持了11年12年。其实你看你做了那么多年，其实还有什么东西让你那么坚持这推动这个舞蹈在怡保这里你怎样让自己坚持做？不过其实我是看到孩子，但你说尽管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有些学生他们还有这个理念，还有我们华族对舞蹈的热爱。我不管里面有10个人，就有1个人看到我都会做，也是一种什么？以前我说，尽管我不能做到明星最低限度我带他们会看戏。这样我的理念，这样我可以支持到现在，觉得没办法啦，没关系啦，没讲没关系啦，我只是还有学生肯学，我就教一直坚持到现在，我都看到学生有热爱，有心。其实我教舞蹈是看态度，我不是看你好不好，你跳得更好，态度不好，我是骂过学生的。我是这样讲的，我知道你很会跳，我知道你但是我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团，舞蹈团，我们不是一个，我不是要创造舞蹈明星，我说我只是要一个 group，
所以我教他们，每一次我上课我都跟他们讲，不是你一个人跳得好就是好，我要12个跳得好都是好的。我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都很努力。看到他们努力，你就不想放弃。我教舞蹈的时候很凶，我到现在的凶名还在。大家都是很怕你啊！我以前的学生啊，都已经是人家的妈妈了。我们也是每年也有一个聚会这样啊。那么每年他们都带着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的，很好笑啊。我以前很怕你的。我一听到你喊我的名字我就抖的了。我说我不是只对你一个啊，我对全部都是一样，因为我要求嘛，我不凶的时候你们哪里会怕我，哪里会这么好啊？你们可以拿奖没有？我这样讲。在访谈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跟孔姐的理念是有点相似的，尤其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明白什么是表演艺术这一块。我认为只有更多的观众了解艺术，那么我们在推动马来西亚表演艺术的时候会更加有成效。这个访问还没有结束，下一期我再跟大家分享我跟孔姐下半段的采访。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的channel还 OK 的话，请你订阅、点赞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